时衍都死6年了，陆家连个名分都没给你，你图什么？就是，趁现在年纪还不算大，赶紧相亲，再拖下去真嫁不出去了。云溪，我们也是为你好。5天后是忌日，我上完坟再说。小姑，给我发红包嘛！祝我和雪姨结婚7周年快乐！小橙子上小学了，全家人的骄傲。小姑，红包。去找你妈妈玩吧。姐，你转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云溪，你听我说，先告诉我，陆时衍什么时候联系的你？4年前。4年，陆时衍假死2年后，姐姐就已经知道他活着了。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当时是陆家主动找到我的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能怎么办？你可以告诉我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当时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，重度抑郁，天天抱着那串破珠子哭。我要是告诉你陆时衍没死，还娶了你闺蜜，你不得当场跳楼？所以你就替我做了决定。我替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我拿了陆家什么好处？市中心2套房，一套写你名字，一套写我的，都是陆时衍让他爸出的。他亲口跟我说，这是他欠你的，算补偿。什么房子？城南翡翠湾，128平精装，3年前就过了户，房本在我柜子里锁着。本来打算等你结婚了当嫁妆给你。2套房，这就是我6年沉默的价格。许慧星，陆时衍说我让他压抑，所以他死遁。那你呢？你收了钱帮他瞒我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轴，你自己非要守活寡，怪得了谁？时衍说了，他跟你在一起压抑，这已经是对你伤害较小的方式，对我伤害较小的方式。妈妈，我要睡觉啦。行了，云溪，你先冷静冷静，这事儿急不来，明天再说。你干什么？陆时衍在哪个城市？你疯了！你现在这个样子去找他，能有什么好结果？6年了，上千条消息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告诉他扫墓的情况，汇报他母亲的复查结果。我以为他再也看不到了。云溪，你去哪儿？既然没死，这坟我得亲自去给他上。云溪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云溪，当初是我自己要走的，你要强，我受不了那种压力。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被束缚。云溪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小橙子不能没有爸爸。金宝相说，云溪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我们陆家对不住你，这是事实。里面是一张500万的支票，写的你的名字，你看看条款，核心意思就一个：对外继续说时衍在空难中去世了，不要影响他现在的家庭和公司运营。云溪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拿着钱算了吧，人家一家3口过得好好的，你闹出来也是你丢人，别人只会笑你倒贴，笑你被骗了6年。姐，你来这么快，不是连夜赶的吧？陆家给你打了电话，结婚7周年，
陆时言，你在空难前1年就跟夏雪依领的账。是，忘了我吧，找个好人嫁了。这手串你也该摘了，不吉利。陆时言，你知不知道这6年我是怎么过的？每年忌日我去祭拜，你母亲住院我请假陪护，你父亲过寿我操持，周围人背后议论我克夫，我全都忍了。结果你在国外切蛋糕。云溪，你冷静。你也闭嘴。云溪，这些年确实苦了你了，所以这500万，伯母，我只想要个说法。签了咱们就走，拿到补偿就够了。云溪，你干什么？珠子是他亲手打磨的，雕刻时割伤了中指，血迹渗进木纹缝里，我当时心疼的掉了眼泪。云溪，云溪，你疯了，许云溪！陆时言，这6年全当我给狗守了坟。云溪，你站住！请问有托运行李吗？没有。回程日期是？没有回程。林夕，你在哪儿？不要做傻事。陆时言的手烫伤很严重，你至少回来说清楚。时言，你手伤成这样，让我看看好不好？别碰我！爸爸，爸爸，你手流血了。妈妈，妈，时言是不是后悔了？快讯：今日航班遭遇极端气候后失联，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紧急展开。时言，云溪在那架飞机上。今天航班，许云溪，查一下乘客名单。先生，需要您出示身份证明和与乘客的关系证明。我是他。企业有相关担保。陆总，这是徐小姐近3年的体检报报告，我们之前做背调的时候留存过。他是来找我陪葬的。航班残骸在北大西洋被发现，机上187名乘客生还概率接近于0。陆总，许林熙的名字确实在 MH1078 乘客名单上，但值机系统显示他的登机爬没有被扫描过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买了票，过了安检，但他没有实际登上那架飞机，他在登机前离开了。查他改签到了哪个航班？已经在查，但他所有国内手机号和身份绑定信息都已注销，护照出境记录要走公安系统渠道，最快48小时。陆总，这是您之前让我做的亲子鉴定结果。去查夏雪宜出国前后所有就医记录、社交记录一并查清楚，不要漏掉任何一项。明白。时言，你回来了，手好点了吗？孩子是谁的？时言，你听我解释。我问你，孩子是谁的？你不配碰他。伪造医疗文件，涉嫌婚姻欺诈以及侵占财产。地址我发你定位。时言，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，没有我，你以为你能从那场公赛的舆论里全身而退吗？雪姨，你比我更会演戏，但云溪不会，她这辈子不会演的那个词叫假。之前说好的2套房还差1套尾款，你们得把钱结清。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我也是受害者。陆时言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
今天去办了手续，只有衣冠冢。回来的路上买了一把香，在院子里烧完。烟雾熏的眼睛不停流泪。许小姐，这批艾草含水量偏高，我建议退回去换一批。你这间屋子湿度够了，再开下去药材要发霉。知道了，沈医生，你比我妈还啰嗦。今早路过面包房买的黑麦面包，还是热的。你先吃早饭，一会儿我再过来帮你把后院的雪铲了。沈玉白，你天天给我送早饭，镇上的人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了。那就谈吧。看什么？看你好看，许云溪，我喜欢你。你人长得漂亮，手艺又好，你做艾灸时专注的模样让我特别心动。就这些？还有，你笑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芬兰的冬天也没那么长了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云溪，认识？不认识。云溪，我找了你2年，夏雪怡进去了，孩子不是我的，你姐的房子收回来了，她在外面的债我没帮她还，1分钱都没有。我记得先生，你跪在我未婚妻的店里，影响她做生意了。你们，我和云溪下个月结婚。陆先生，如果你愿意，欢迎来见证。云溪，这窗户重新刻的，花了8个月。陆诗妍，你当年骗我的时候说我让你窒息，跟我在一起让你浑身难受。我说错了。你没说错，你确实觉得难受，因为你承受不住我不计代价的爱意。你只适合夏雪怡那种人，她的感情不需要你费力，给的程度刚好够用，完全不会给你带来任何负担。但很可惜，她也不是真心的。云溪，我花了6年。学会了一件事，值得被爱的人不需要用命去证明。陆诗妍，那6年是我自己蠢，但我现在醒了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嫌脏。你还好吗？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什么都行。那就煮面，加个荷包蛋。好。许云溪，你确定不需要伴娘？确定。那证婚人呢？我让老约翰来行不行？他虽然芬兰语口音重了点，但是……行，你说了算。那你的婚纱……沈玉白，你要是再问一个问题，我就改主意了。今天来宾们，沈玉白先生和许云溪女士的爱情。许云溪，爱情，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，你也不想让我知道，没关系。我只知道你来到这个镇上的时候，瘦得极其吓人。你在我的诊所门口站了20分钟才敢进来问路，问完路连声谢谢都说了3遍。你后来租了我的房子，每个月房租从来不迟1天。你开的那个香疗馆，镇上老太太们排队去找你做艾灸，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说中国姑娘的手真暖。我就想，手这么暖的人，心一定也是暖的。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值得从头开始。而我刚好愿意陪你走。云溪，蛋糕还剩不少，要不要打包给丽娜阿姨送一份？好。昨晚急诊来了个亚洲男人，在教堂外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夜，凌晨被清洁工发现倒在雪地里，手上全是旧伤疤，肝指标高的离谱，长期酗酒。云溪，记得给丫头抹防晒，国内紫外线比芬兰强。知道了。还有你自己的胃药按时吃，别因为忙就忘了。知道了。到了给我报平安。沈玉白，再说一句，我改签了。亲亲。哎呀，这小嘴巴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来，叫姥姥。姥姥。爸。
回来就好。妈妈，这里有花。妈妈，那是什么？油桐花。好看。好看。云溪呀，你气色真好，比以前白了好多。这是你闺女，长得真漂亮。谢谢张婶。对了，你姐的事儿你知道了吧？不太清楚。许慧欣去年涉嫌诈骗，判了3年，听说在里面日子不好过。巧了，那个姓夏的也在一个监狱，两个人打了好几架了，据说是争谁先告发谁能减刑。哎，一个是你亲姐，一个是你闺蜜，都变成这样。张婶，我先走了。妈妈，回家。回家。方才我在门口看见了那个姓陆的小子，跟着你们走了半条街。看见了，没理。他没敢上前，就坐在巷口石墩上，一直盯着咱们家的门。当年他把你害成那样，如今还有脸来纠缠，我这就拿棍子把他赶走。不必跟疯子计较，跌了自己的身份。他闹任他闹，不过是最后的挣扎，过几日便消停了。真是阴魂不散，当年做尽了亏心事儿，现在装深情给谁看？不用管他，他耗不过我们。这人疯了吧？好像报应，当年做的事儿，迟早的。妈妈，那个爷爷好可怜，但是我们不要理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不理他。许云熙，你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别开门，他现在就是个疯子，开门只会惹麻烦。派出所吗？我家在老镇南街，有人砸门骚扰，麻烦你们过来一趟。云熙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把命给你都行。我当年是被陆家逼的，被夏雪宜骗了，我心里一直有你。深夜砸门扰民，你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？云溪，这下总该消停了吧？不会，他的执念还没散。云溪，是我，夏雪宜联合别人欺负我，打我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活该。当年是陆时宴找我用2套房子威逼，还扬言要毁了我们全家。陆时宴早和夏雪宜勾结，为夺家产策划假死。陆父挪用公款伪造空难证明，我亲眼所见。陆时宴就是骗子，他谁都不爱，只爱自己。果然，一切都是早有预谋。这些事与我无关了。当然有关。他们都违法了，你一定要追究到底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。我不想再和陆家有任何牵扯，你们做的恶自有法律制裁，我只想要我的安稳生活。妈妈，花花飞进来了。云溪，你看到了吗？陆建国因挪用公款伪造证明被立案，账户冻结，陆氏彻底垮了。知道了，善恶终有报，这一天早该来了。云溪，求你救救陆家，救救石野。我们知道错了，当年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你心地善良，放过我们吧。陆氏没了，你陆伯伯被抓了，石野也快垮了，求你念旧情帮帮我们。当年你们用钱买我闭嘴，让我受尽非议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陆时宴装死6年，冷眼旁观，你们一家人配合演戏，当初怎不念旧情？你们用房子堵住我姐的嘴，陪着我演戏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我不会救你们，
也不会原谅你们。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妈妈，那个奶奶走了吗？走了。我想提前回去。云溪，你和孩子没事吧？我马上订机票，飞过去找你们。孩子就是受了点惊吓，你不用过来。不行，我必须过去护着你和孩子。我已经订了最早的航班，等我。云溪，宝贝儿，我来了，受委屈了。离我的家人远一点，再敢打扰他们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趁热喝，养胃的。这姑娘总算是熬过来了。是啊，好人总有好报。要不要绕路？不用，没什么好避的。妈妈，那个爷爷为什么一直坐在那里呀？因为他弄丢了自己的人生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等回去，带你们去看极光，去森林里徒步，去吃最新鲜的浆果。好。许小姐，有人托我带个话，是监狱里的夏雪宜。许云溪，我恨你们！当年是陆诗言主动找我，他根本不是被我骗了。他说陆诗言早厌倦了你，觉得和你相处太累，离开你是他的主意，陆父帮他遮掩，只为摆脱你。他还说你让陆诗言窒息，所以他宁可骗你离开，也不肯提分手。他说陆诗言从未爱过你，你6年的深情在他眼里就是个笑话。知道了，谢谢你跑这一趟。原来压抑只是借口，他不爱了，又不敢提分手，才用这种最残忍的方式将我推入深渊。我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原来从始至终都是骗局，也好，看清了，便再无牵挂了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。云溪，陆诗言快不行了，他知道一切后绝食，医生说撑不了几天了。我求你去看他一眼，让他安心离开，好不好？他是自作自受。当年我手空焚寿，病动流言，差点没命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他当初一手策划来骗我，把我逼入绝境时，没想过今天。夏雪宜说的没错，他从来只爱自己，他现在的悔恨不过是失去后的迟来醒悟，根本一文不值。可是他毕竟是你爱过的人啊！我爱的是6年前为我刻沉香手串的少年，不是如今欺骗我的陆时宴。那个少年早就消失在6年前了，现在活着的这个人与我无关。爸，关门吧。别为难自己。我没有为难自己，我只是真的放下了。我这边有一套老宅要出售，麻烦帮我挂牌。云溪，你知道吗？陆诗燕昨晚在老宅门口晕倒，抢救后查出肝癌晚期，医生说不到3个月了。知道了，你就一点都不心疼？不心疼，他的生死与我无关。许小姐，陆先生清醒后一直喊您的名字，说想见您最后一面，希望您能去医院一趟。我不会去的，你们不用再找我了。不想去就不去，不用勉强自己。我不是勉强，
是真不想去。我和他在烧掉沉香首饰时就彻底两清了。他这一切都是自找的，我没有义务见他，也没有义务原谅他。都听你的。云溪，求你了，去看石眼最后一眼吧，他只想见你一面。他的生死与我再无半点干系。许云溪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出来见见我，只求最后一面，说一句话就好。让我去跟他说清楚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说吧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云溪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，不该这么辜负你。我知道我罪无可赦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爱的一直是你，从未改变。我花了8个月刻的手串，是我最用心做的事儿，我只是想弥补你。陆时言，不必说了，你的爱、你的悔恨、你的弥补，我都不需要。多年前你假死，我为你照顾家人，情分已尽。如今你活着，真相暴露，你我早就两不相欠。现在你的余生都与我无关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不再相见。明天我们就走。好，回家。回家。许小姐，这是陆先生让我交给您的，他说这是他最后能给您的东西。我不要，你扔了吧。许小姐，这是陆先生的心意，多年前他就碾碎了我的真心，这手串代表着欺骗与耻辱，我不需要，也不想要。云溪，当年是爸妈对不起你，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苦。是爸没用，没能给你撑腰，让你被人欺负了6年。爸妈都过去了，我不怪你们，以后我会经常带孩子回来看你们的。你们保重身体，不要担心我。好，只要你过得好，爸妈就放心了。姥姥不哭，我们会回来的。小沈，云溪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用一辈子护着她，爱着她。姥姥、姥爷，拜拜！妈妈、姥姥会想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回来看她。妈妈，你看，云朵像棉花糖。喝一点，休息一下。妈妈、爸爸，我好喜欢我们现在的家，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地方了。好，我们不回去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住在有极光的地方。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妈妈，家里的味道。欢迎回家。我回家了。律师，你说。许小姐，陆父供出曾为陆时衍在银行藏匿巨额境外资产，该笔资产依法会被没收，其中部分可赔付受害者，请问是否申领办理？我不要。许小姐，这是您应得的。这笔款在全数上缴国家，用作公益，麻烦代为办理，后续事宜全托付给你。为什么？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如今生活安稳幸福，这笔钱沾染陆家的欺骗与罪孽，收下只会勾起痛苦往事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妈妈，陪我玩积木。喂，妈。云溪，那个陆时衍还在医院里撑着，每天喊你名字，你不去看看？知道了。陆家老宅彻底荒了，杂草长到房顶了。镇上的人知道你在国外过得好，没人提以前的事儿了。妈，你保重身体。
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走吧。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眼，往后山水相隔，永不相见。你看极光多美，很美。以后每年我们都来这里看极光。好，许小姐，我在网上看到你的香疗馆，专程过来体验的，果然很好。慢慢感受，不用说话。我在国内看到一则新闻，一位陆姓商人客死他乡，晚境凄凉。是吗？不认识。也是，都是无关紧要的人，听说是做了亏心事，报应罢了。陆时衍离世了，这场闹剧也最终落幕了。妈妈，今天做艾灸的阿姨说你手很暖，是吗？我也觉得妈妈的手很暖。路过买的，还热着。谢谢爸爸。喂，妈。云溪，知道吗？夏雪宜在监狱里听说陆时衍死了，当场就疯了，被送到精神病院了。知道了。还有那许慧星，在监狱里打人，刑期加重了。这2个人当年联手害你，如今落成这样，真是报应。知道了，妈，你别操心这些了，好好保重身体。善恶终有报，半点不饶人。云溪，看到你现在这样，爸妈就放心了。以前的事儿都忘了吧，好好过日子。我早就忘了，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。我终于拥有了完整的幸福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要当姐姐了？真的吗？今天不许去店里，我让助手看着。我就去坐着，又不做重活。不行，就坐着也不行，你得休息。宝宝说他想吃苹果。好，我去削。妈妈，我和爸爸采了好多。要打开吗？不用，故人已去，所有的一切都一笔勾销。营业中。到吧，学校里喝。我去上学啦。放学我来接你。姐姐，姐姐去上学了，我们回家。这个配方打算用在哪里？睡眠治疗，试试加入白芷和合欢花，看看效果。云溪，7年前我在小镇的教堂里没有给你一场正式的求婚，也没有给你一枚像样的钻戒。7年来，你陪我走过风雨，为我生儿育女，把平淡的生活打理得温馨又幸福。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更是我这辈子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宝藏。今天，在极致浪漫的极光之下，我正式向你求婚。许云溪，你愿意嫁给我，一辈子做我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家里有什么事？妈说许家老宅拆了，陆家老宅也塌了，成废墟了。镇上的人早忘了当年的事儿，没人再提起那些了。物是人非也好。徐女士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胃部复查结果良好，精神状态评估也完全达标，继续保持就好。谢谢。
云溪，是我啊，姐。我们没什么好见的，你走吧。我知道你还恨我，可我是你姐啊！当年我也是被逼的，我在牢里吃了10年苦，现在无家可归，你就忍心看我冻死在外面？你打的什么算盘？我清楚的很。不想见就不见，我来处理。许云溪，你够狠，你别后悔！没事吧？要不要我找人盯着他？没事，跳梁小丑罢了。只是没想到他居然能找到这里来，平静了10年的生活，恐怕要被这颗石子激起涟漪了。嘘，街上那个外来女人说她是你姐姐，说你发达了就不认她了，连亲妈生病都不管。他在国内犯了法，坐过牢，现在出来想找我要钱，我没给，他就到处造谣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你不是那种人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好吓人！别怕，是坏人乱写的，妈妈会处理好的。别担心，我已经让人查他住处了。这种事不能纵容，今天这样，明天可能更过分。肯定是许慧欣干的，他就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我妥协，给他钱，给他住处。证据确凿，我们马上发布传唤通知，依法处理。这只是开始，许慧欣敢找上门，就是赌上了鱼死网破。他身后可能还有其他麻烦。许云溪，你满意了？非要把我送进监狱，你才……我可是你亲姐！亲姐不会往我店门口泼油，不会造谣抹黑我。许慧欣，10年牢狱没让你学会做人，反而让你更会耍无赖了。我耍无赖？要不是你当年把事情……陆家倒了，你直接走了，我呢？我坐牢。这是诽谤和故意损毁财物的起诉书，你要么公开道歉，赔偿损失，立刻离开这里，再也不靠近云溪和他的家人，要么就等着上法庭，在芬兰再坐几年牢。你真要做的这么绝？是你先找上门的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许云溪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有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刚才的话不像是随口说说，我总觉得他背后还有人。我也有同样的预感。不管是谁，我在。许慧欣没本事自己查到我的地址，更没胆子孤身跑到芬兰来闹事，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推波助澜。许慧欣回国后立刻去见了一个人，他因为在里面表现良好，提前出来了，比许慧欣早半年。出来后一直打零工，过得很不好。许慧欣去找他之后，2个人就住在一起了。做绝！最近一直在……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头。还有，给许慧欣出钱买机票，提供你地址的人也是夏雪怡托人办的。10年了，这2个人在里面互相揭发，大打出手，没想到出来后居然凑到一起了。他们想干什么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但肯定没安好心。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他们了，你和孩子出门小心点，尽量不要单独行动。喂，姑妈。云溪啊，你姐和那个夏雪怡最近到处跟人说要找你讨回公道，说你吞了陆家的财产，还说你当年害了陆时野，他们还说手里有你当年的把柄，要是你不给他们一笔钱，就把你的事儿捅到国外媒体上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我没吞陆家1分钱，他们想要钱就让他们去法院告。我知道你委屈，可那2个人现在很疯狂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在国外多注意安全，别让他们钻了空子。知道了，姑妈，你别担心。要不要我提前动手，让他们再进去待几年？不急，先看看他们想玩什么花样，一次性解决，省得以后再麻烦。妈妈，雪人做好了，过来看。风雪欲来，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彻底些。孩子早放学了，和往常一样走回家的路。许，我在便利店看到你女儿，有个陌生女人想把她带走，被我碰上了。那女人跑了，孩子没事，在店里。妈妈，有个坏阿姨要带我走，她说你让她来接我的。
口罩和帽子，看不清脸，个子不高。坏阿姨，不要！我已经让人查了，他们上周就来，一直藏在这里。这次是没有人来。他们想要什么？钱，还有陆时言当年留下的那笔信托。他们以为陆时言给你留了巨额遗产，想从你手里分一杯羹，拿不到就想绑孩子来要钱。既然他们这么想要，那就给他们设个局。他们敢动我的孩子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进去，就再也出不来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来安排。这一次，我不等了。他们藏在郊区的一个小旅馆里，每天轮流来踩点。上次失败，他们没有收手，还在策划第二次。他们打算周末动手，趁你带孩子去集市的时候抢了孩子，开车往外跑，路线都规划好了。那就顺着他们的计划来。周末我照常带孩子去集市，让他们以为有机会。你安排好人，在他们动手的时候抓住他们。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和孩子冒这个险。有你在，我放心。而且只有让他们亲自动手，才能定他们的罪，不然抓住也只能关几天。不动！许熙，你是觉得害我们？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，敢打我孩子的主意，就要有进去的觉悟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带的这些，夏雪呀！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完，他们背后或许还藏着陆家的余孽。妈，坏阿姨走了吗？走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徐女士，这是陆时衍先生生前立下的，按照他的嘱托，在他离开满5年后，将这份文件交给你。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，他的文件我不需要。您先别急着拒绝。陆先生将他名下一笔价值3000万的信托基金全部留给了您，唯一的条件是您需要亲自回一趟国处理他的后事。他的后事早就处理完，还有什么好处理的？这笔钱我不想要，你捐给慈善机构吧。徐女士，这笔信托的受益人还包括您的一双儿女，如果您放弃，等于孩子们也放弃了这笔钱。陆先生说，这是他欠您的，是给您和孩子的补偿。我的孩子不需要他的补偿。沈玉白是他们的父亲，我们有能力抚养孩子，不需要外人的钱。而且陆时衍哪来的3000万？当年陆家资产不是全都被冻结没收了吗？这笔钱怕是不干净吧？这是陆先生早年用私人账户投资的收益，不在陆氏集团的资产范围内，合法合规。不管合不合法，我都不会要。你请回吧，以后也不用再来了。徐女士，陆先生还留了一句话，他说当年的事不全是您知道的那样。不全是你知道的那样。别信他的话，说不定是陆时衍之前设下的圈套，想引你回国。我知道，只是有点好奇，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当年的真相，我以为早就一清二楚了，但那句话还是像一根刺，轻轻扎了一下。徐女士，我是陆建国监狱的工作人员，他肝癌晚期，命不久矣，临终想见你一面，要当面告知陆时衍的秘密。我没时间回国，也不想见他，有什么话就让他烂在肚子里吧。不想见就不见，没人能逼你。我只是觉得没意思，10年了，一个个冒出来，张口闭口就是真相、秘密，可真相早就不重要了。今天又梦到云溪了，我配不上她的爱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太晚了。陆建国想干什么？用这些东西道德绑架你？大概是想让我原谅他儿子，让我回国看看他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些证据交给国内的工作人员，算是给当年的事一个彻底的了断。
日记和沉香烧了。其实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年他没有离开，只是跟我说分手，我会不会就不会那么痛苦？答案是不会。就算他直接说分手，我也会难过一阵子，但不会像那6年一样把自己熬得凄惨。他最残忍的地方不是不爱了，而是用意外给我套上了枷锁，让我抱着念想活在地狱里。他的悔恨，他的日记，他的钱，都弥补不了什么。好了，都烧完了。冷不冷？进屋吧。徐女士，不好了，陆先生的那笔信托基金被陆氏的旧部盯上了，他们知道遗嘱的存在，想要抢这笔钱，还说要去找您麻烦。他们想要，就让他们去抢，反正我本来就不想要。不行啊，徐女士，那些人都是不计后果的，抢不到钱，说不定会对您和您的家人不利。他们已经在查您的地址了。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别怕。他们是陆氏集团的旧部，当年跟着陆父做生意。陆氏倒台后一直躲在国外，听说陆时言把信托留给了你，就想绑你和孩子，逼你交出遗产。他们背后还有人，是陆氏以前的副总，现在躲在国外，这次没成功，不会就此罢手。那笔钱不能就这么放着，拖一天就多一天麻烦。你想怎么做？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专门资助抑郁症患者，还有受情感伤害的女性。这笔钱是陆时衍欠我的，也是欠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的，用它来做善事，物尽其用，也算断了所有人的念想。这个办法好，钱捐出去，他们就没了目标。我要用这笔信托成立慈善基金会，专项资助抑郁症康复受情感伤害的女性，所有流程全权委托你处理。明白，我这就着手办理，但手续繁琐，需要一些时间。没关系，我等得起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将陆时衍先生生前留下的全部信托基金，全部注入新生公益基金会，用于全球女性情感创伤救助和抑郁症防治项目。所有资金由第三方机构全程监管，专款专用。不许动，你被捕了。你明明可以拿着那笔钱过一辈子荣华富贵的日子，为什么要捐掉？你是不是傻？不是我的钱，我拿着烫手，倒是你贪了一辈子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，才是真的傻。终于清静了。是啊，终于清静了。从陆时衍离开到今天，整整12年，12年的恩怨纠葛，12年的纠缠不清，在今天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。所有伤害过我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所有的过往恩怨随着那笔捐款烟消云散。从今往后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打扰我的生活了。要不是新生，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。有请新生基金会创始人许云熙女士上台致辞。很多年前，我也经历过一段黑暗的日子，被最爱的人欺骗，被最亲的人背叛，一度觉得活不下去。那时候没人帮我，我只能自己一点点爬出来。所以我成立这个援助中心，就是想告诉所有深陷痛苦的人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可以走出来，你值得更好的人生。过去的伤害无法磨灭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放下，选择新生。徐姐姐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加油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或许他留下那笔钱是想赎罪，或许是想弥补，但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，最终这笔钱变成了照亮别人的光，
也算是另一种圆满。从今天起，那些过往的恩怨真的彻底翻篇了。可以开饭了。看极光，也在想，在看什么？幸好当年我走出来了，沉香尽，千山雪，回头再无意中人。现在看来，也不全对。怎么不对？回头是没有旧意中人了，可眼前有了新意中人。